走。驴啊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或许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不？我心中不安。好，那狗爹便帮你开刀。爹，可是你的身体……也罢，既然我会不顾一切，那么你自然也会不顾一切。我们走。停！进来说话吧。你的寒毒为何突然发作的这么严重？你是在里面吃了不该吃的东西。天水寒茶、冰月三样，都是些寻常之物。对别人是寻常之物，对你可不是。为何一定要吃？如风怎么样啊？哥哥，我好冷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死了又可以见到娘了。别说胡话。
手这么冰，还不盖好被子？这被子这么薄，怎么只烧这么点炭？若风要是冻坏了，拿你试问？是奴婢无能，塞了娘娘生前留下的耳环，才让内务府的小总管松了口，说是得先紧着贵妃，但是3天后就能把炭火送到我们这儿。竟是些看人下菜碟的东西。3天不行，若风年幼体弱，不能拖到那个时候。殿下，外面那么冷，你不穿外皮往外跑会生病的。殿下。要的就是这样，我和弟弟再不受宠也是皇子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内务府是如何苛待我们的，看他们怎么在父皇那里交代。明日就是大朝会了，你觉得那些糕点是你皇兄特地为你备上的？这个答案很重要吗？我觉得是骁勇他们备下的，但你的皇兄一定知道，他只是装作什么都看不到。锦轩，陛下有何吩咐？孤向来不好此物，全都撤下吧。还有，告诉永儿，今后不必再送了。是。我当如何？原来是前任的几位大贱，卓清公公的师弟。3位公公，既然已经入了皇陵，为何还要出来参加这天启城的纷争？即便你们蒙住了面庞，即便我与你们从未见过一面，可我还是可以通过你们的功法认出你们。你们的所为，真以为能瞒住天下所有人吗？瞒不住又如何？史书是由胜利者撰写的，即便你是雪月剑仙，但你还是太过年轻。以你的能耐，能胜过我们3人吗？我李寒衣出剑，从不看把握。苏沐雨，穆福生，苏子言，谢丕佑，又见面了。苏家主，当日万卷楼一别之后，你们遁入江湖，自有生路，而我们留于天启，自然要寻找新的依靠。最后，我们选择了大皇子骁勇，可没想到，还是选到苏家主的对立面呢。或许苏家主，你也可以另有选择。是啊，或许今夜之后，北离最耀眼的琅琊王就要陨落了。这个时候选择明主，才不会让暗河的子弟随着你们一起赴死啊！明主，所以你们所谓的选择是主仆的关系。苏家主认为呢？暗河只会属于自己，而我此次要找的，本来也不是你们。不过今夜你们的命需要留在这里，为你们当日的选择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你，大剑，卓清公公，你的表情并不惊讶，你就是来寻我的，苏家主，所求为何呢？你从皇陵中出来，琅琊王猜测
你身上带着龙峰卷轴，而我今夜来此，便是为了留下那龙峰卷轴。哼，这便是你和琅琊王的交易吗？暗河的杀手为天下的大英雄琅琊王争夺一份前朝留下的传位诏书，这件事情听起来还真是让人觉得有几分可笑呢，像是只有那些站在光明中的人才会做的事儿。我今日做这样的事，便是为了让以后的暗河在做同样的事的时候，不再显得可笑。苏家主，若我的手中没有龙峰卷轴呢？那也无妨，因为今日除了龙峰卷轴外，你有一样东西和他们一样，也必须要留下。什么东西？你的命。你就是一上来就用出18剑阵。你们，桃儿，本来只有我们2个人来的，可他们知道消息也偷偷出发了，来的不早不晚，正是时候。这次未听军令，头可不要怪我们。桃儿，放心一战，这里一切有我们。对，有我们。就凭你们，夜中已明，此刻宵禁，今夜不会有他人来扰此战。天启的朱雀大街最是繁华光明，适合苏家主这样的暗河鬼葬身。多言！真是漂亮的一剑啊！听闻卓清公公曾只差半步之遥，便能跃入神游玄境。是。然后被李先生从头顶打了一掌，便跌入了大逍遥之境。但即便如此，天启城中我仍是第一，只有国师齐天辰有资格和我一战。可他为了明日的大朝会，已经去了城外的乐歌台。我父亲曾和我说过一句话，既是吴建城城主的话，那我愿意在你死前一听。只有胜过比自己更强的对手，这场战斗才有意义。就算死，亦有意义。当有意义。大果敢动我的驴！
绿儿，你放心去找你的心上人，魑魅魍魉，在我的铁墨之舞面前不堪一击。阿爹，破船还有3千钉。绿儿，狗爹答应你，我不会死的，你放心去嘛。这是约定。这是约定。绿，快走！这便是你所说的意义？是。蚍蜉撼树，不自量力。你想要杀我，实力还不足够。虚怀公，很好，苏沐雨，你很好，你的剑气更是好。你想吸走我的剑气，助自己再次破境。苏家主很聪明，若非此刻为敌，或许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我和大剑必然不会成为朋友。于黑暗之中苟活的杀手，倒有与之不配的骄傲。我们身处黑暗，却心向光明；而你们立于光明之下，却陷入自己内心的阴影之中。这不过是苏家主你的一厢情愿罢了。你的大家长已经将你抛弃了，此刻的他正在皇宫之外劫杀琅琊王。卓青大剑，你认不认为这世间存在一种绝对的相信？我和昌河，我和沐雨，就是一种绝对的相信。大家长，是我，暗河的大家长，你卓青的送葬师。原来这才是你的目的。大家长，你藏了这么久，只为方才那一掌伤我？是啊，你卓青乃是天启城第一高手，曾经更是拥有比几大剑仙更强的半部神幽境。若不找机会让你受伤，我们怎会是你的对手？你是如何躲过真言蛇的考验的？哼，那日我与你说的并没有错。我和沐雨的选择不一样，他想要和琅琊王结盟，带领暗河走向光明，而我从见你的第一面起就有了新的想法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的虚怀宫、叶鼎之的虚念宫，还有我们暗河的研魔掌，根本就是出自同一本秘籍。我们的功力是相通的，而如果我能吸走你体内虚怀宫的功力，那我便将天下无敌。狂妄！
哼，狂妄吗？我明明感觉我方才的那一掌已经成功了。这便是炎魔掌第9重。失敬，不过区区第9重罢了。今日我就要你的功力来喂养我的掌，我要入第10重。你想借我之力入神游玄境？可惜你的第9重炎魔掌是违禁。是，的确是违禁，但那又如何？我苏昌河这个人就是虚伪、贪婪、邪恶，只要能赢，便从来都不惜代价。6式炎魔掌，4入轮回。你这掌中还有毒？是黄泉当铺中那条绵蛇王的毒，我特地为你取来的。卓青，从我见到你的第1天开始，我就已经开始计划这一刻了。我忍了这么久，配合你们演了这么久的戏，我就是为了在这里杀了你。为了杀我？当然。距离我们第1次相逢，已经过去20多年了。我们在何时见过？苗疆，你是？我出生于圣火村。当年你奉旨前往苗疆，是为了得到我们那里的圣物火龙枝。我们不愿意给，你便屠了我们整个村子。那日在万卷楼中，我不愿意看到我的秘密。是因为我一直都知道我的敌人是谁，死吧！唐介，唐介，唐介，杀了他们。好。
你们先回药庄，这里我和昌河处理便是。是。结束了，苏沐雨。大剑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们虽然武功不济，但毕竟每个人都深藏几十年的内力，反正免不了一死，便将身上的内力都给我，让我重回那半步山崖。就你会吸内力吗？你给我死！我修习虚怀功的时间久矣，被我吸取功力的人不知凡几。你竟然异想天开，要吸取我的功力，也不怕被称爆？暗河的送葬师也是鼎鼎大名，今日我便先为你送葬，再去杀了那纸伞鬼。苏沐雨，你先走，我拦住他。没有用的。虚怀功和炎魔掌同出一源，一旦开始吸取功力，就无法停下了。苏沐雨，你不要乱来，快走！魔剑，为何这世间的光亮容不下我们暗河的存在？没有谁生来便是刺客，我们应当有再一次选择的机会。可为何你们一次次的阻拦我们？苏沐雨，用这门剑法，你会死的。成河，若今日我的血能让暗河的水变得清澈而不再暗淡，那我便死吧。北离开国之时，和天武帝所对峙的风月侯麾下的剑魔创下过一门剑招，
你七杀六灭剑。也罢，杀敌，杀友，杀神，杀鬼，杀劫，杀无所不在，杀无处遁形。此为七杀，灭天道、妖道、神道、鬼道、修罗道、地狱道，此为六灭。卓清公公，选择一处属于自己的归途吧。你的最强一剑，以己为名的沐雨，让我看看入魔之后的血是怎样的吧。这一招我拦下了。这老太监怎么这么强？死吧！出生在无剑城，自幼便与剑相伴。我见过世间至强一剑，用剑为过去的家人报了仇。今日只要我的剑在手，我便能为他们，为我现在的家人，开辟一个未来。你即将入魔，即便伤过我，也逃不过一死。你身前无敌，可我身后有人。
在那一剑之后，沐雨已经彻底入魔。苏沐雨，沈小姐，苏沐雨，这是碧心水，可解走火入魔之症。明轩道，哪有路可挑？奈何有挥剑出鞘。剑上暮雨潇潇，伞下潭中月照路迢迢。尘沙扬，剑上挑，我刀光你落脚。即便要如一人过风暴，霜雪难一角。即便还会有躲不开的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可以回答案了。天真如年少，追明月，踏荒郊，哪怕无人知晓。命运乱我阵脚，怕细雨打破几招，为天下苏沐雨，我讲错了，你跟我一样，都是这个世上最好的男人。沈夜，你怎么了？我着了我那失职的道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本就重伤未愈，又耗费了大量的精血炼制解药，本应该被小百草彻底清除的体内的药人之毒。如今复发，应当是叶阳故意设计的。绿啊，不是有改药引之毒的药吗？以我之心炼制的药，如何解我的毒呢？宋玉，我在。杀了我，宋玉，杀了我！我不想变成妖人，会很丑的。你不会死的，会有办法的。宋玉，来不及了，这次什么办法都来不及了。宋玉，真的来不及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回不去呢。苏沐雨，苏上火，我们一起用内力把他的毒逼出来。没用的，内力逼不出这毒。绿啊，有爹在，不会有事的。沈夜，天启城中也有神印，屠王和我说过，我知道在哪里，我带他去。
没想到那唐连月居然有如此势力，逼得我失去了护身药神，炸死陶土。天启四守护还是小瞧了他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。炼制出了这么多解药，小师叔也应当遭到反噬了。随波蜿蜒，曲折，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，你手唯一点光，清净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寻找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无声的沉溺，漫漫长夜中寻觅，挣扎爱痛的边际，身影交错里，眼中藏匿谁的姓名。风吹过，莫问归期，莫问归期。如同宿命随波蜿蜒，曲折，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，一生唯一点光，清净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寻找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